行踪周易。阁下想必是诗音宗的大长老。他二人若真的动起手来，这仙界碎片必会破碎。我要你具尸体，晴儿，还我！小丫头，尽你身体一用。赤狐只是化神期，并借赤翼爆发出了斩仙的气势。这仙人的尸身竟能摄人心神，可怕！曾牛，你干什么？杀你！前方10里有异常。快绕！幸亏曾兄提前发现，否则这次我3人怕是就要饮恨此地了。那是什么妖物？我也不认识。生存在仙界虚无里的生物，实力绝非我等可以对抗。此物名为虚，这虚属于想破灭生物，吞大地而生，吐阴气而活。在上古时期，即便是上古修士遇到，也往往需数人为战，才可取胜。曾兄见闻多广，在下佩服。哼，谁知是真是假？还是胡乱说个名字？无知！你，此物平时须知收集，只有觅食时才会散开。此物觅食中会散出虚气，那虚气呈红色，不是我们可以抵挡的。胡兄，速速向北飞去！此地再往北，罗盘恐怕会迷失方向。他之前所言，也的确不知真假。若贸然继续向北行进，我说无益。曾兄，他走了也好，我就不信他真的认识那生物。曾兄所言不假。若是听曾兄劝告，本不会有此劫难。再快些！红蝶出手！修炼不足，但这本命花蕊只有5个，是怎么也补不回来的。曾兄，上来再说。曾兄，之前只是在下知错，那生物还有什么手段？我们接下来方向如何选择？既逃过了气浪，短时间也不大碍。赤虎兄按地图方向想办法飞行就是。好。星罗盘已损，怕是很难长时间飞行，须得加速前行。但此行还得多多仰仗他才行。
这十几日有惊无险，多亏曾兄。客气。这几日与赤虎兄论道，曾某也是受益匪浅。我巨魔族本不是朱雀星之人，无数年前先祖迁移而来，所以在一些神通之上，自然有些不一样。那是。赤虎兄，稍等少许。金子石是星罗盘重要材料，要离开朱雀星，这星罗盘必须要有。我二人刚在罗盘上等你回来，谁料他忽地震动，一股大力将我们驱逐，抛了下来。古神记忆中倒是有修复之法。罗盘应是受损严重，出了故障，暂时无法再飞行了。我三人只能凭法力飞行了，全速之下，大概3日即可到达。总感觉身后好似有人跟随。没错，就是这里。这梅花号是习祖当年留下来的。赤虎兄，那玉检所拓印之地，既是碎片重叠所在，不知是第几层？废话，自然是第2层。仙界能出现2层重叠碎片，已属不易。无知。曾兄，的确是第2层。不过我族习祖也猜测过，其下或许还有第3层。我们快动身吧。平儿，别急，第3层碎片中定有更多仙玉。习祖所言不可能出错，可这仙玉棺材和仙剑怎会平白消失呢？这就是你说的地方。今日你若不给个说法，我绝不罢休。这赤虎倒也不像是在说谎，怕是出现了什么变数。与其争论不休，倒不如做点什么。二位，此事在下鲁莽了，我也没想到。一句鲁莽，就可以弥补我的损失吗？你若不说个明白，休怪我红蝶不顾世交之情。此事关朱雀星，我定给你一个交代。我赤虎身为巨魔族少族长，虽说比不过你红蝶金贵，但却是一眼求鼎的男儿。赤虎兄，此地若真有第3层，这里应该就是入口。我心中抽意。巨魔族，仙界碎片崩溃。道友，这仙界碎片崩溃，能逃出者绝非等闲之辈。在下巨魔族赤虎，不知道友如何称呼？在下曾牛。曾牛，朱雀星之上，姓曾的高阶修士就只有这天魂国了。如此年轻便已是化神初期，还能掌控寂灭界的游魂，必是我及修真国的核心弟子。道友，可否借一步说话？
我就直言不讳了。你我同属朱雀星，还请助我一臂之力。道友一看便知。正快陷于玉石，如今仙界竟还有这等宝地。曾兄，此处是我巨魔族前辈在多年前进入仙界后无意中闯入之地。此地有仙兽守护，同时还有无数禁制。以他一人之力，没有轻举妄动，而是以神念记录下一切后，悄悄返回。时隔多年，此地怕是早就被人发现了。哈哈，不可能，此地断然不会被人发现。只是其中缘由，在下现在不便说出。曾兄见谅。赤虎和我素不相识，此番却由我组队，他只是看上了我的游魂。此地怕是光靠你我二人，也难以成功进入。不瞒道友，除你之外，我还约了一个人。我3人同行，把握自然大上一些。但曾兄尽可放心，到时一切宝物，我自会做主平分。曾兄慢慢考虑。若是想来，1个月后到这玉简地图所在碎片集合。曾兄，在下等待你的参与。在伤势恢复前，不可轻冒任何风险。仙气，果然是要等到化神后期冲击应变时，才能派上用场。提线炼化反倒成了损害元神的毒药。好在这次执行的手握不详，这仙玉浑然天成，其上的仙界之气比人为凝练的结晶更浓。应变之后的修炼，此物自然是多多益善。倒是此物看起来不太像是防御类仙器。好精巧的手法，此物原来是仙人刻画的上古玉简。吾名天宝上人，打造天地间的最强法号，乃吾平生所愿。恨可恨，浩劫突至，一生心血，出体为境，只能将摄神车悉数封存。后世有缘人若得此钱，秦王取之。摄神车，此等仙宝，或许还在天宝上人的洞府。仙界材料打造的宝物，绝非下界法宝可比。这机缘，不容错过。大罗剑宗记录的仙界碎片，已经都找遍了。仙界之大，那洞府若不在玉简传送范围内，那不知还要找多久。道友，救我！道友，此事和你无关，还请离开。此人妄图夺我仙气结晶，若我杀了这杂碎，结晶定我一人一半。荒谬！结晶本是我费力凝聚。你我同属朱雀星，帮我一次。滚！你2人之事，休要把我牵连在内。既然你不愿帮忙，那老子就把祸端引到你身上。这结晶，老子不要了！
多谢。在下鬼水派司马云，不知道有失。曾牛，曾道友，此地在下已经搜索了数日，再没有仙界之气存在，不用耗费时间了。不知你有没有仙界传送鼎？若是有，咱们或许可以交换一下。此人或许也有宗门派发的传送玉简。阁下拿什么和我换？此人的碎片有5处是在西部。曾道友，我这地图有21处，与你地图重复的不算。你抹掉一些后，我们交换如何？曾道友，若是日后有机会去我碎银星，在下定然招待。好说。在下告辞。那小畜生敢抢我的职务，在下定然不能让他跑了。这样看来，大罗剑宗所记录的，他只是仙界中的冰山一角。找到了。虎形山峰，真有这么个地方？早被人搜过了，亏我们千辛万苦找过来。热神车封印在洞府的第10件事实，赠予有缘人。此地明明只有9件密室，何来第10件？摄神车乃无毕生心血，若能重见天日，此生无憾。这洞府在下沉，即便是被人发现，最终也很难寻到珍宝的洞府了。不知密室中又有何玄机？状若神兽，栩栩如生，这就是摄神车。好强的威压！光是那最小的手环，就比古神石海中的9头蛟龙还要强。难怪体片中虽未记录此兽名称，但却专门提及这兽魂被魂链锁住，无法逃出3丈之外。要是用摄神车，凭我化神修，断然无法做到，只能暂先让此兽陷入沉睡。想必天宝上人也不会想到，此等仙宝机缘巧合下，会落入我这化神初期的手中。
神车果然巧夺天工，竟完全是以兽魂攻唐，其威力想必不会让我失望。此兽体型最小，或许屈手拳能将其收服，但若没有摄神车为屏障，直接吸收我的灵力，能否承受住也是一个问题。这趟仙界之行，收获倒也颇为丰富，不过风险也是极大。若是在那碎片崩溃时稍有不慎，怕是现在已然身亡。如此一来，那赤狐的邀请，都是要仔细考虑一下。先不说那3把仙剑，单单是那大量的仙玉，对我日后争取音变就至关重要。只要修为达到音变，司徒就可以苏醒。那坛中的仙草，还能给婉儿带一些回去。来了，就是不知是哪一个。哈哈哈！红蝶道友，在下等你多时了。若你所说有假，此事不会善罢甘休。红蝶道友放心，这玉简是我巨魔族洗雨师祖亲自踏印，他老人家不会说谎吧？洗祖，朱雀星上